他叫波杰克，现在正在接受着电视台的采访。1987年，一部叫《胡闹的小马》的家庭喜剧在 ABC 台首播。故事讲述了一名善良的年轻马男收养了3个人类小孩后发生了啼笑皆非的故事，因为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而火爆全美。其中的主演就是坐在主持人对面的波杰克。但意气风发的男明星从18年前《胡闹的小马》停播开始，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现在只落得个中年发福，萎靡不振。仅仅因为主持人的一个问题，就支支吾吾的答不上话。波杰克住在山上的别墅里，以观看自己的作品来做日常的消遣。站在过聚光灯下的人，又怎么去接受平常的白炽灯的照射？所以自过气以后，他就只有整日靠着药片和酒精来麻痹自己，连打胡萝卜汁都是如此。波杰克的电话响了，他只是看了一眼上面的工作备注，就挂断了电话，继续观看着自己的作品。旁边坐着的是他的室友陶德，一个因为懒得令人发指而被父母赶出家门的流浪汉。看着一地的啤酒瓶，陶德翻了个白眼，了然的说道：“我知道你喝醉了是因为卡洛琳公主昨晚甩了你。”卡洛琳是波杰克的女朋友，是一只有着粉色卷发的性格暴躁的猫咪。她和波杰克的感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因为波杰克总是用一些拙劣的手段来搪塞自己。只是因为逛街时提了一嘴想要个孩子，波杰克就发疯似的跑开了。而波杰克也总是在逃避一些问题，逃避工作，逃避承诺，逃避生活，逃避感情，甚至是逃避他自己。除了是波杰克的女朋友以外，卡洛琳还是他的经纪人。即使是刚刚分手，敬业的卡洛琳仍提醒波杰克，企鹅出版社还在等着他的自传，在周2就必须交稿。到了周2这天，波杰克坐在企鹅的办公室里，调侃地看着亮起的灯。是的，这家企鹅文化集团因为和银行结下梁子而即将破产，希望可以和波杰克合作出一本他的自传，以此为契机而出一本受欢迎且大卖的书籍来缓解公司现在的窘境。但实际上，波杰克连一个字都没有写，总是在家里看着自己的家庭剧，看着以前那个高光时刻的马男。企鹅无奈地告诉波杰克，他们请了一个喜欢马的枪手来帮他写作。回到家的波杰克懊恼地来回踱步，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写，却夸在海口。即使是这样的机会，波杰克依旧不想放过。他想通过这次的自传来重回以前的高光时刻，但每次的写作最后都以放弃收尾。他看着胡闹的小马从白天到黑夜，嘴里说着没品的笑话，总爱试图用以前的成功来掩盖现在失败的自己。陶德安慰着波杰克，试图让他放松，但波杰克依旧焦虑地走来走去，并回对着陶德：“放松？你甚至都不知道压力2个字怎么写。”压力2字让陶德陷入了回忆中，他怎么会不知道压力2个字怎么写？但他从不会向波杰克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以至于脱口而出的名字波杰克都不认识。波杰克看着发呆的陶德，让他专心一点。他说自己从不知怎么拒绝别人，以至于签了合同却不知道如何起笔。他想让每一个人都爱他。陶德反问了一遍波杰克：“你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难道大家不喜欢我吗？”陶德却不知怎么回答，就像卡洛琳说的那样，你自己都这么讨厌自己，怎么还能期待别人去爱你呢？在厨房做着早饭的卡洛琳提议着，那为什么不让那位枪手来帮你写呢？这大概就是属于成年人的洒脱。即使是分手了以后，波杰克还是在夜晚邀请了卡洛琳来到自己的家，度过美妙的夜晚。波杰克反感地看着自己从企鹅文化集团拿回来的书上那个枪手的名字，他不想自己能流芳百世的遗产落到一个甚至连名字都念不通顺的女人手里。陶德建议波杰克给戴安一个机会，提议可以通过派对来认识戴安。又是派对，你为什么老是想着办派对？陶德淡淡地说着，因为派对很有趣。波杰克还是认为自己的自传是很重要的转折点，不能交给一个外人来制作。卡洛琳却反问道：“如果这本书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那你为什么1年半了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波杰克激动地讲述着这本书对自己的重要性。他不想成为人们眼中失败的老马，成为一个永远的笑话。但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压力像把巨斧一样劈向这头中年的老马。波杰克几乎觉得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倒在了别墅的地板上。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波杰克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胡闹的小马。是的，没错，波杰克一直都将 DVD 随身携带着，就算在病房里也能继续回顾18年前的辉煌。胡闹的小马似乎已经成为了它存在的意义，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回顾才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没用。但一遍又一遍播放的剧情也像没有尽头的莫比乌斯环一样，将波杰克永远地困在了里面。医生从门外走来，告诉波杰克他患上了轻度的焦虑症，最近的压力太大了，让他一切都慢慢来。卡洛琳认为写书给了波杰克压力，提议还是找到枪手让他来帮忙，而这句话却让波杰克的焦虑再一次发作了。陶德再一次建议波杰克举办派对，来通过派对和枪手戴安打好关系。陶德总是提议来举办
办派对，并不是他真的想玩，而是因为自己当年得罪了黑帮，让黑帮老大欠下了巨额债务，以至于黑帮老大无法给自己的女儿办上15岁的生日派对。陶德的女朋友也因此离开了自己，这就是他的压力。在波杰克看来，生活无法自理且并不懂得压力2字的陶德，其实也在默默背负着生活给的重担。但就算是有着这样沉重过去的陶德，依旧会在波杰克失意时安慰他，告诉他你有着传奇般的过去，让他放轻松，去竭尽全力帮助波杰克。陶德不仅是在救赎波杰克，也是在救赎他自己。而这一次，波杰克终于答应了陶德的提议。派对在夜晚的别墅举行，形形色色的人和兽人们在热闹的气氛里交流。黑帮老大的女儿终于在多年后过上了15岁的成人礼。在人群里，波杰克看到了独自倚靠在栏杆上的戴安，戴安主动上前打了招呼。戴安不喜欢和别人聊天交际，在人多的派对上甚至觉得浑身不自在。他询问着波杰克最近的动向，波杰克只是无奈的耸肩，表示因为演一个情景剧而放弃家庭的行为很愚蠢。远处传来了嬉笑声，两人转头看去，是一只黄色的拉布拉多犬。他在房间里和别的女性调笑着。波杰克无奈地问戴安是否认识那个人，戴安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他的名字，花生酱先生。花生酱先生是波杰克的老友了，甚至连波杰克与卡洛琳分手时他都在现场。但波杰克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自来熟地称呼波杰克为朋友，还是靠着演和波杰克一样的剧情的戏码而出名。或许是由花生酱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又或许是别的原因。波杰克转头叹息，说自己其实很嫉妒那个笨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可悲的家伙。你要怎样才能快乐呢？戴安询问着波杰克。可能写完自传吧。戴安听到波杰克的回答，表示自己可以帮助波杰克。波杰克也决定雇佣戴安作为自己的枪手。花生酱从远处跑来，告诉波杰克啤酒喝完了，并简单介绍了自己和戴安的关系。没错，这个让波杰克十分头疼的讨人厌的家伙就是戴安的男朋友。波杰克不敢相信，甚至连问了好几次，你们俩在一起？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波杰克终于忍不住扶着玻璃栏杆呕吐了起来。这就是马男波杰克第1季第1集的全部内容了。相比于其他影视番剧选用正能量主角的行为来说，马男波杰克是为数不多的带着丧气的男主。他不同于其他漫画的主角那样勇敢、自信和努力，只有萎靡的日常和满嘴的波杰克是笑话。他总是回头去看过去的自己，像被困在了18年前。他害怕自己的选择会带来比现在更糟糕的生活，而固步自封，因为逃避而错过更多的美好。而波杰克的形象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能让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影子。像平常生活里的任何一个人，人们总是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尝试，又因为害怕受伤害而不敢相信别人，因为害怕做不到的承诺而不敢去爱，因为自卑而不敢爱自己。但如果真的揭开眼前遮挡自己的逃避的幕布，才会发现过去的辉煌总是会随着时光的轮盘转动而变得虚幻模糊。只有勇敢才是可以久握在手中的披荆斩棘的利剑，就算失败也有继续努力的勇气。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温柔力量。